老许啊，你要老婆不要？哎，你要老婆，只要你开金口，我等会儿给你送来。这段视频爆红网络，成为年度台词金句，让单身狗羡慕不已。它出自82年谢晋导演拍摄的《牧马人》，有人说里面的爱情比82年的拉菲更让人上头。今天于叔就来说这部穿越38年再次风靡中国的爱情片。据男主回忆，当时电影票1毛钱，《牧马人》票房破亿，盛况空前，某瓣评分8.8，好于97%的爱情片。这个浓眉大眼的帅哥看起来是不是有点眼熟啊？对，没错，就是我们熟悉的朱时茂大哥。想当年的朱大哥可谓是车见车爆胎的万千少女梦中情人，他在片中扮演的就是那个让全网男性都羡慕嫉妒恨的老许。故事要从老许的父亲回国说起。老许的父亲是一位美国华侨，这一天他带着秘书回到中国，父子俩30年未见，这一面既熟悉又陌生，两人很长时间都不知道说什么，欲言又止，这让老许不由得回忆起了过去。原来当时老许的父母是封建婚姻结下的孽缘，感情不和。在他11岁的时候，父亲离开他们去了美国，而母亲在父亲离开后4天就因为生病死在了医院里。几天时间，老许就失去了2位最亲的人。父亲这次回来是为了补偿儿子，带他去美国继承1亿家产。当年1个亿相当于现在100亿都有了。原来老许是个超级富二代，堪比王思聪啊！但是在和父亲的几天相处中，老许逐渐发现自己和父亲生活理念还有消费观念有着巨大的不同。老许的父亲带着儿子去饭店吃饭，去舞厅跳舞，想让他感受一下上流社会人们的生活，但是这一切却更加让老许觉得自己与他们格格不入，不愿意加入他们，也越发和父亲疏离起来。父亲看到自己儿子的疏离，不禁伤感起来。这天夜里，父子2人开始交谈起来。父亲说：“你是不是还怨恨我？”老许说：“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听到儿子并没有埋怨自己，父亲很感动，说自己很想念他，也很需要他，尤其是到了现在这个年龄。看着眼前这位陷入伤感的老人，老许也不由得悲从中来。他流着泪说了一句：“我也想起过你。”便又陷入了回忆。右派分子许灵均，反动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其父许景由，解放前夕逃往美国。老许被打成反动右派，下放去了牧场改造。虽然老师安慰他说最多2-3年他就可以回来，但是老许已经看清这一切，对生活失去希望的老许本想了结自己，看到马厩上的绳子，决定上吊自杀，一了百了。但就在这个时候，一匹有灵性的马走了上来，点醒了他。牧马人这个片名也由此而来。许先生，谈谈你们的恋爱史好吗？我们没有恋爱史，我和我妻子结婚的时候，我们还不认识。这引起了女秘书的好奇，抵不住女秘书的强烈八卦心，老许就和他们说起了自己与妻子的故事。老许的老婆秀芝一出场就与众不同，因为她是坐着专车来的，砖头的砖。秀芝是四川人，当年那里正好闹饥荒，无奈之下，秀芝的表姐就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于是秀芝就来到了祁连山投靠她那个没见过面的未婚夫。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她的这个未婚夫却在上个月翻车被砸死了。无处可去的秀芝正坐在围栏边发愁的时候，正好被老许的朋友郭大哥发现。无依无靠的秀芝对郭大哥说：“你们能给我找个吃饭的地方吗？我能干活。”热心的郭大哥看着可怜的秀芝，答应了他，还承诺要给他找个家。于是便有了下面这个名场面。老许啊，你要老婆不要？哎，你要老婆，只要你开金口，我等会儿给你送来。那你就送来吧。好，君子一言啊。一开始老许以为郭大哥是开玩笑，没想到还真的领回来一位水灵灵的黄花大闺女，这个把老许吓坏了，说你这个玩笑开得忒大了。但是此时郭大哥一边认真的说什么玩笑，一边掏出2本结婚证，说这可是法律啊。淳朴的老许哪里见过这种场面，紧张的话都说不利索。在郭大哥走后，老许更是坐立难安，两人一度陷入尴尬的气氛当中。为了缓解尴尬，老许让秀芝先休息，自己就出去喂马了。等到老许回来的时候，发现秀芝已经睡下了。老许给秀芝盖上被子之后，就在地上睡着了。凌晨，一声鸡叫吵醒了秀芝。秀芝起来看到睡在地上的老许，不由得哭了起来。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老许的温柔感动了这个女孩。秀芝哭声惊醒了老许，他以为秀芝是想家了，于是便拿出自己好不容易攒下的全部财产40块钱和一些粮票给了秀芝，让她回四川去找自己的家人。但是秀芝却误会了老许，以为老许是嫌弃自己长得丑，不想要他，所以赶他回去。老许赶紧解释说，因为自己是右派，跟着自己怕连累了他。但秀芝却说不在乎老许的身份，说了一句
你不是坏人。就是这一句话感动了老许，让他不禁流下了热泪。秀芝的善良和信任让老许觉得秀芝就是他一直在等待的那个人。秀芝也觉得自己的命好，遇到了一个好人。当时的爱情就是这么简单淳朴，仅仅因为你是一个好人，就可以许下一辈子的承诺。要是放到现在，你是一个好人这句话一出来，分分钟一张好人卡就已经把你 pass 了。时代不同，好人的定义也不一样了。话说回来，互相确定心意的两个人，简单的弄了一个婚礼，请了一些父老乡亲之后，就顺利结为了夫妻。虽然生活过得并不富裕，但是秀芝却把家里的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更让老许意外的是，这个小自己15岁的妻子，虽然看着个头不大，但是身体里却蕴含着强大的力量。秀芝不仅可以造土坯盖房子，还会养鸡养鸭养兔子，邻居们形象地称呼她为海陆空司令。两人的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生活也变得有情趣了许多。你呀，还是在家拖土坯吧啊！哎，你白天拖土坯，夜里好学文化嘛。你就会像哄小孩一样哄。秀芝和老许还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眼看着日子一天天的变好。这一天，老许一家3口正在吃饭，突然领导过来跟老许说，村里的政治部让他过去一趟。一听到政治处，老许不由得烦躁起来，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消息。而此时，秀芝却说：“你这个人呐，你怕什么？咱们一没偷人家，二没抢人家，现在不是4人帮的时候了，想捏个什么就是什么。”随后，老许来到了政治处，领导跟老许说，他的右派问题已经被改正过来了，不仅给老许安排了在乡里教书的职位，还给了他500块钱作为补贴。多年冤屈一朝清洗，激动的老许失声痛哭起来。平反之后的老许重新回到了教室，开始了他的教书工作。为了庆祝，老许还叫来了亲朋好友来家里做客，大家围坐在一起，有说有笑，都为老许摘下右派帽子感到高兴。没多久，秀芝回来了，大家开始打趣秀芝说，现在老许已经是国家教师了，身份上升了，可不止一个档次呢。秀芝却说，我不管教师不教师，在我眼里他还是许灵均。他就是当上官儿我也不稀罕，再放20年马我也不嫌弃，我把心都扒给他了，比钱贵重的多。有其如此，夫复何求啊！秀芝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她却是活得最通透的那个人。在老许临去北京前的那个晚上，秀芝问老许，他爸爸在美国是什么干部？老许说是资本家，人家都说他是亿万富翁。秀芝问1亿有多少？老许说能买1万辆汽车。此时，一边的儿子听到之后，就吵着要爸爸给他买汽车。这时，秀芝就生气地教育儿子说，钱只有咱们自己挣来的，花的才有意思，才心里安逸。像我买盐，我知道这是我卖鸡蛋换来的呀。我给你买小人书，我知道这是我加班打长得来的钱呢。不是我们自己的钱，一个也不要，这叫志气啊。可以说，秀芝虽然是个小女人，没多大文化，但是她却有着大胸怀和大智慧。秀芝也正是这个家里的灵魂所在，在背后默默支撑着老许。听完儿子的爱情故事，老许的父亲也表示理解，不再坚持要带他回美国。两个人也终于冰释前嫌，老许也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地方，因为那里有他汗水浸过的土地，有他患难与共的亲友，有他相濡以沫的妻子，更有他生命的根。电影到此就结束了，最后定格在黄昏下的一家3口。看着老许和秀芝简单淳朴的爱情故事，不由得让我们想起那句从前的车马很慢，书信太远，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如今这种爱情已成奢谈。时隔38年，《牧马人》这部电影再度爆火，其根本原因不是因为那个有趣的片段，而是在这部电影里，大家又再一次发现了人性之美，也看到了爱情本来的样子。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每个人都野心勃勃。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压力与日俱增，在追求自由和独立的路上，同样的也渴望着爱情的滋养。《牧马人》这部电影所呈现出的这种质朴而又纯洁的爱情，无疑激起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它不仅是一部电影，更像是一种寄托，一种精神，一种美好的希望。在此，于叔也祝看到这里的各位小伙伴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独一无二的爱情。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独立鱼，记得点赞关注，陪你看电影。